定好了。就算你去找他，他也不一定会松口的。他一定会的。韩志明毕竟是红鼎的一份子，为了红鼎，他和韩元江付出了那么多，他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红鼎倒塌。他要是以前，我相信他会。但是现在的红鼎，别想那么多，我一定会带韩志明回来。在那之前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就算再坚持，也只有这些时间了。如果明天之前你带不回韩志明，红鼎就岌岌可危了。戴娜和我们约的是几点？明天晚上11点。11点以后，苏氏集团又会重新回购我们的股份。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储备力量，大概在明天中午，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跨过33%这个点。我们手上现在拥有31%的股份，加上公司的一些小高层和小股东，勉强能超过50%。这样一来，苏氏还不至于能威胁到我们。但是，他们一旦跨过33%这个点，在股东大会上，他们就会多了一票否决权。我明白，那时候更多的股东太多，会开始摇摆。而且很多公司高层也会偏向于他们那边。如果明天中午我们还没有任何改变的话，就很难挽回了。我的飞机还有多久？还有1个半小时，我会安排人送你去机场的。在我带韩志明回来之前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你能做到的。快去吧。这份就行。怎么，刘总，我们持有天浪的股份已经超出了约定的时间了。天浪和红鼎这台大戏这么好看，我还没打算打断他们。刘总，希望你明白，风投公司持有一个集团的股份这么长时间，对我们资金的活跃性会有很大的伤害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24小时以内，我会着手处理这些股份的。你回去准备文件吧。谢谢。最近没见你出门啊？在这里看看你们商人的战争，也挺好玩的，就是啰嗦了点儿。哼，跟打兔子比起来，捕鲸当然是要麻烦一些，更何况还是3只。喂，刘总。集团的账目做好了吗？已经全部统计完了，搬迁工作按您说的安排。等会儿我给你传真一份文件，照着这份文件，把所有集团内部能运行的资金全部注资到普拉斯风投公司。刘总，您确定是风投公司吗？如果是风投公司的合同，就算吴总裁那边从总公司下命令，这些钱也调动不了。你不要多问，照做就是。好吧。最后冲锋的时间定了吗？你会等到的。哦，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。哦，从今以后啊，你要在我身边寸步不离。吴总裁发现钱被压在了风投公司手上，肯定会派人过来。到时候有你打伸拳脚的机会。
喂，马姐，老大，今天我不在天海市，让王默和果果不要乱走，待在天堂酒吧待命。如果对手有别的动作，要靠他们俩来应对。好。还有件事要你办。你说。我有清水工作单位的信息，但是为了不惊动韩志明，我没有联系清雪。只要查到那个位置。最好是能查到清雪的位置，我时间有限。好，在你下飞机之前，我把相关资料发到你电话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。喂，徐总监。于总，出大事了！什么？天海海务银行说我们的还款期限有疑问，把公司的信用评级给降到 B 了。你确定不是 B 加或者 A 减？是 B。现在我们的借款额度只有正常的1/3。这件事先不要外泄出去。还有多少人知道？除了会计部的人，只有我知道。您快回来吧。尽你所能封锁消息，等我回去处理。魏总，怎么了？3家风投公司发来文件，不允许我们取消合同。他们怎么说？措辞都是一样的，不让我们松口。如果我们不取消合同，红景的资金链就麻烦了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把红景的钱放回去？他们是什么时候发来的文件？同一时间。3家公司，同一时间。不会吧？说他能去哪儿呀？你给韩志明打电话。
喂，小雪。喂，志明，你在哪儿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回家了，没看见你。在哪儿？谁跟你在一起呢？没有啊。是不是段飞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喂。他说他在哪儿？他没说。没关系。马季，怎么了？我刚才跟韩志明打电话了，你能定位他吗？用你的手机再给他打一次。好。怎么样了？可以了，我把录音图发到你的手机上。好的。另外，老大，我发现这边有一点东西，等你回来可能用得到。知道了，待会儿回去再报告。好的。怎么样？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公园吗？公园？跟我来。这里不行。约的是9点1刻，现在都快9点半了。大家先别着急，徐总监已经过去催了。本来就是无限加班，现在还有人要迟到。反正也是被人将军，无棋可走。大家坐在这儿开会还能喘口气，放你回去，加班你还能做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别吵了，先坐下。我知道你们压力都很大，所以更不能吵。如果连你们都扛不住压力的话，那外面辛苦的同事，他们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云朵，怎么样？云朵，没事，你说吧。人都不见了。什么？有些是下午就没来，有些是晚饭的时候走了。我找他们辞呈，您看看。这些走道的人，一共有3%的技术股。云总，现在离11点半还有多久？1个半小时。1个半小时。会议照常进行。只有这几个人。去叫了部门的副总监、办公室主任过来顶上这些位置。红鼎不是少了谁就不能运作的集团，就算少了1、2个总监，我们也要拼到最后1个百分点。快去呀！我去。韩志明，
志明，现在是红顶最需要你的时候。如果你心里有红顶，现在就回去。我心里有红顶有什么用？我已经被抛弃了。最后红顶选择的是云师彤，不是我。那些丢掉的东西，你可以再找回来。找回来？所有的一切都能找回来。我爸能找回来，你起码可以守住你爸留下的集团。算了吧，你们清空了我爸的旧部，回购了我的股份，现在需要我的时候，又盼望着我回去救火。如果你回去，是红顶的英雄；如果你不回去，你们韩家父子在红顶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好名声了。韩志明，你干什么？没事吧？红顶今后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如果没关系，那你为什么会生气？红顶的死活都无所谓，那到时候谁会记得你和你爸？这里，我们离开天海以后，你没有一天不去看天海商圈的消息。既然放不下，为什么不回去呢？如果我们一天不结束这些事情，就一天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我放不下的只有结果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我走错了路，还是红顶选错了人。还有云世东很争气，马上就知道答案了。志明，志明，你拉着我干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明明是放不下红顶。越放不下，越感到失败。如果他不原谅师陀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现在怎么办？要不然去我家给你做点吃的去。现在师腾为了不让苏氏拿到33%的股份，正在这红顶上下的员工和苏氏玩命，这种手我怎么吃得下？当时让韩志明辞职，确实是太草率了。没想到对他的伤害这么深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也不是集团的错。换做任何一个人做总裁，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他当初离开集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怨恨，只是现在时间越久，越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。我原本以为这些事情都可以清清楚楚的，但是感情方面会让人看不清是非。如果是别人那倒算了，但这个人是韩志明，他们那么理智的一个人，竟然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吗？只要感情够深，谁都会被蒙着双眼吧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他到底是放不下红顶，还是放不下他父亲，或者两者都有。我害怕。不会摔疼的，你试一试。
不好，我就怕。我明白了。什么？我知道韩静为什么不肯回去了。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